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、沈月跨年回家背后，一场暗藏风险的青春重逢。官宣那晚，好多人的朋友圈悄悄泛起一阵涟漪。谭松韵和沈月要一起站在湖南卫视跨年舞台上了，消息不长，却像一把钥匙，猝不及防地打开了无数人关于耿耿和陈小希的记忆锁。粉丝们都说，这是芒果闺女回家了。可这场万众期待的回家，真的只是一场温暖的回忆杀吗？收视福星与元气代名词的舞台重逢，谭松韵的名字几乎成了芒果台吻字的代名词。从让无数人心疼的耿耿，到温暖整个夏天的李尖尖，她演的角色好像总能在某个角落接住观众的情绪。接连拿出年关剧集的她，被业内悄悄称为福星。而沈月，那个最初带着陈小希莽撞闯入我们视野的女孩，早已不只是小美好的代名词，她成了芒果系国际版的代言人，带着新作品《7月的一天》再度归来。一个温柔淡静，向下扎根；一个元气明媚，向上生长。他们的轨迹，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理想中的两种成长样本，要么沉静绽放，要么热烈奔跑。所以，当他们的名字并列出现在跨年名单上时，观众期待的早已不仅是几首 OST 金曲合唱，更像是在平行时空里瞥见了自己青春的两种可能结局。完美合体背后，一场与时间的极限赛跑。然而，所有美好的重逢都暗藏着现实的引力。就在跨年夜前4天，12月27日，谭松韵有一场仅容1000人的北京见面会。从北京到海口跨年场馆，满打满算只有3天转场时间。排练、调整、适应舞台，这对任何艺人而言，都是一场对体力和状态的极限考验。粉丝一边为抢不到见面会门票心焦，一边又忍不住担心，这样连轴转，跨年当晚，我们看到的会是那个神采奕奕的他吗？更别提门票秒罄后滋生的黄牛与代抢乱象。工作室的声明贴了又贴，提醒大家警惕诈骗。这份警惕同样适用于任何大型活动，哪怕晚会本身不售票，但围绕热度衍生的陷阱从未消失。我们怀念的究竟是他们，还是自己？或许这才是问题的核心。我们为耿耿和陈小希的同框欢呼，本质上是在怀念那个还会为简单剧情心动，相信一切美好都可能发生的自己。湖南卫视打出回忆与惊喜的双重宇宙的招牌，精准地捏住了这代观众的软肋，既渴望怀旧的慰藉，又期待新的惊喜。谭松韵和沈月成了这个双重宇宙的实体化身。他们从芒果剧里走出，走上更广阔的舞台，如今又回家。这像极了一个关于成长的隐喻，出走、蜕变，然后带着新的故事归来。跨年之夜，当灯光亮起，歌声响起，我们看到的将不只是2位女演员的表演，那是一场关于时间、成长与选择的公开叙事。她们稳定发挥也好，稍显疲惫也罢，或许都已不那么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那个特定的夜晚，他们和屏幕前的我们，共同完成了一场对青春的温柔回望。这场回家因此超越了舞台本身，它成了一次集体的情绪验收。我们等的不只是一个完美的演出，更是一个答案。那些故事里的女孩走向了怎样的未来，而我们又是否活成了当年期待的模样？